大家好，这里是 IP Wonder 5分钟故事，告诉你制裁权大小事。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单一颜色商标。据说这是女孩子们梦想一生一定要有一双的红底高跟鞋。红底鞋是1992年法国设计家 Christian Louboutin 开发出来，在鞋底涂上红色漆的鞋款。红底鞋的地位呢，就像皮包界的 LV 一样，算是女鞋界的高级奢侈品牌。一年全球销售量大概100万双，每双至少也是700-800块美金。它品牌所有的鞋子都有这个红色鞋底，那这个中国红的鞋底呢，也就成为这个品牌识别性的最大资产。当然，很多商家想要沾沾这红底鞋的喜气哦，所以 Louboutin 呢也在很多国家把这个鞋底的红色申请注册商标来作为保护。但各国对于颜色商标的态度不大一样。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所谓颜色商标，就是当消费者能够单单借由颜色来区别商品或者是服务来源哦。像是你看到这个红、橘、绿颜色的组合，你不用看到其他的图形或者文字，你就会知道哦，这是 Seven。那大部分的国家呢，都有允许将颜色组合当商标。那单一颜色呢，就比较特殊一点，因为它没有先天的识别性哦。所以要让消费者直接呢把一个单一颜色呢跟这个商品或者是服务产生连结是比较不容易的，所以有些国家对用单一颜色来注册商标是比较保守的。在美国，单一颜色的商标其实还蛮多的，几个代表性的就是像是你看到便利贴的黄色，你会想到 3M； 你看到知更鸟蓝的这个小礼物盒，你会想到 Tiffany。那你看到一台 truck 一台卡车呢是棕色的，你就会想到是 UPS。 所以 Louboutin 的红色在美国也很轻松的就申请到了商标。那在2011年 YSL 时尚品牌出了一系列全体单色的高跟鞋，其中一款呢就是红色，那它有红色的鞋面，还有红色的鞋底。 Louboutin 在美国纽约呢就对 YSL 提出告诉，禁止 YSL 销售有红色鞋底的鞋子。那地方法院不认为鞋底的红色是有效的商标哦，但是联邦巡回法院相当于台湾高等法院就不同意，最后呢判定 Louboutin 红色的商标是有效的，但是呢只适用于当鞋面的颜色不是红色的时候。所以像 YSL 这一款高跟鞋呢，因为它鞋面也是红色，所以呢就不算是侵害 Louboutin 红色鞋底的商标了。那在瑞士呢 Louboutin 的红色鞋底就撕不开了。瑞士智慧财产局认为，鞋底的红色只是装饰，不足以影响消费者识别商品。那瑞士智慧财产局指出，有这么多红鞋底的鞋子， Louboutin 不过是其中之一个而已。所以 Louboutin 的红色呢，没有能在瑞士注册成功。另外一件诉讼案是在2012年 Louboutin 在荷兰控告一家平价鞋零售商，销售一款红色鞋底的高跟鞋系列。那因为 EU 的商标法是不保护仅限于产品形状的立体商标哦 shape mark， 像是鞋子啊，你没有办法把整个鞋子拿去作为你的商标哦。所以呢，被告就主张，这个鞋底的红色也是仅限于鞋底的形状啊，所以这个红色商标是无效的。那荷兰地方法院就请求欧盟法院确认，到底 Louboutin 红色商标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那欧盟最高法院就判定了，红色鞋底不属于立体商标类，而是 position mark， 就是所谓的位置商标。也就是呢，这个商标是在产品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整个产品。画面上看到的就是位置商标的一个例子啊。最后，欧盟最高法院就认定这鞋底的红色是识别 Louboutin 品牌的标志，是有效的商标。所以Louboutin 在欧盟地区算是大获成功哦，现在只有它可以在那边卖红鞋底的鞋子了。今天主要就是借由红底鞋的故事告诉大家，大部分国家虽然允许颜色商标的申请，但对单一颜色商标的接受度就不大相同了。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品牌的颜色是你最有印象的呢？ OK, until next time, bye bye.